关门，隐蔽。废物我见得多了，真以为这点阵法能困得住我？李崇义呢？怎么这么慢？姐姐，林傲天他打过来了，月仙姐姐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他不是个书生吗？怎么这么厉害？这锅药你必须要的，不然就去送死。敏敏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启动机关。谢柔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被他发现的，能拖延一点是一点。我等你，姐姐。住手！烈心，陈心柔，是我。你命可真大呀！那我就废你！我这里有你的罪证。你杀了我，就不怕证据有朝一日被人发现，将你的罪行公诸于世？你手里能有我什么罪证？你敢赌吗？我自有办法让皇上相信陈心柔无罪。证据只有我知道在哪儿，你我2个人去拿，就看你敢不敢来。哼！知道你点子多，别耍花招。你紧张什么？我不过带你熟悉一下地形。哎，也不一定。万一这里面有什么机关，你再往前走一步，一触动机关，我们2个人连同这证据一起烧成灰烬了。哼，伶牙俐齿。里面黑，小心哦。证据在哪儿？证据到底在哪儿？你吼什么？
路不得一点点走吗？要不你自己找好了。快点说！那桌上有一本账本，你自己去找。再坚持1炷香，药就熬好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爹已经死了？我知道，那又怎么样？你要知道，我掐死你，就像掐死蝼蚁一样简单。我知道，那又怎么样？就算你杀了我，你永远也拿不到证据。就算你登上皇位，早晚有一天，会有人拿着证据推翻你。你倒是挺聪明，可惜了，跟着李成玉有点浪费。不如跟着我吧。那满月呢？她，一个卑微的罪臣之女，没用的棋子罢了。对了，你们怎么处置她的？她手里又没有证据，应该已经杀了吧？我没你这么恶心。好，那我就玩点更恶心的。李成玉这个缩头乌龟，还得靠个女人挡着。你觉得我在你身上划几刀，他才能现身呢？卑鄙，阴暗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卑鄙、阴暗，你永远比不上李成玉，因为你永远见不得光。就像一只臭虫一样，只会在阴暗处搅动风雨。有本事，你们就光明正大的打一场。就算你武功再高，也打不过李成玉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，先杀了你，再杀了李成玉。住手！聊天，你要的证据在我手里，放了陈心柔。欺负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就出来拿证据吧！你，
铁了。区区小毒，不足挂齿。倒是你，一直装体弱多病，真是虚伪。看来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证据。你为什么不杀我？哼，我不像你，杀人成瘾。我留着你的命，带你回京，还得为心柔平反。你做这些，就是为了陈心柔？为他一人，足矣。你还是跟小时候一样令人厌恶。明明出尽了风头，受尽宠爱，却满口仁义道德。我们不是亲兄弟吗？你就这么恨我？是，就因为你我血肉相连，所以我恨你。我从小就体弱多病，喝最苦的药，扎最疼的针，接受最严苛的训练，为的就是能够配得上武将世家这个名号。对于这些，我从来没有抱怨过，因为至少父母愿意在我身上花心思。可是你一出现，这一切就变了。自从我受伤之后，我的记忆力不太好。你能给我讲一讲小时候的事吗？你当然不记得，因为这些根本入不了你的法眼。你天赋异禀，是练武奇才，12岁就跟着父亲征战沙场，13岁就封了少年将军。你跟皇上称兄道弟的时候，心中可有惦记过我这个大哥？因为你，武将世家的名号有了继承，可也因为你，郎中不再来府上为我看病，母亲不再为我熬药，父亲可是不正眼看我。我就像这些落叶，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，慢慢的消失在泥土里。没人在乎，那就什么都不用在乎了。当我登上帝位，我会让你们所有人都记住我。我要让你们明白，武将只是虚名，权财才是最重要的。其实我特别能理解，因为之前我也是这样一个人。我记得以前我送外卖的时候，我也是走到哪儿都不被人重视。我送到那些高档小区啊，我就在想，这为什么住进去的不是我？你在说什么？现在我想明白了，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。好好活着，身边的人都好好活着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弟弟啊，你始终是没明白，伴君如伴虎，位极人臣，你永远没有办法好好活着。只有成为95世尊，你才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可我不想做人臣，也不想做95世尊，我只想带你回京之后，就把官辞了。其实小时候的事儿，我记不太清了，但是我还想为之前的自己向你道个歉。
其实第一次进清风寨的时候，我是真的很信任你，把你当成好大哥。去换水。快点啊，米米！别忙了，我的身体我最清楚，活不了了。你说什么傻话呢？别哭，小太阳。什么小太阳？我不要当什么小太阳，我就要你给我好好活着。你为山寨付出了这么多，我还没好好的报答你呢。剩下的路，我陪不了你了，我走了。叶心，叶心，你在逗我吧？啊，叶心，叶心，雨霞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王立新。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。当家的在哪？我要买布。我们早就不买布了。你回来了。你是谁？这寨子里的人呢？想见他们，可以，但我需要你3样东西。第一，要你身后所背的这把战神之剑。你知道这是战神之剑，你还敢要？第二，要你搜集到的反贼证据。阁下到底是什么人？连谋反的事都知道。你且说，给不给吧？当然不给。第三，要你的命。我的命自有天收，你想拿就拿，真是笑话。你别忘了，全寨人的命都在我手里。李将军，如果是用全寨人的命换你立刻离去，你干不干？当然不干。那你可以再考虑考虑。爹！哎呦，女儿，你怎么起来了？爹，您真是丞相。如假包换。不是说您死了吗？没错，我是已经死了，但这是我和皇上合谋演的一出戏。皇上先收到了一份证据，上面明确指出谋反另有其人。不出2日，李傲天的同党呈上了一封相同的证据，却明确指出是丞相谋反。皇上就知道李傲天有二心，于是放出了我自缢的消息，引李傲天的同党在京城冒头。现在
已经全部羁押，皇上派人严密搜查。这把刀就是在悬崖峭壁上发现的。若有一日还能再见，我定为将军，打造一把属于朕神的兵器。是他。这封信，李公子，今日上京途中心有不安，怕此去无回，特做了2份一模一样的证据，其中1份以另照途径送进皇宫，确保送给皇上；另1份带在身上，若被别有用心之人发现，或销毁，或伪造，都无关紧要。皇上会凭借证据查明真相。此刀是我一路所做，希望能配得上公子。望公子安好。若小女遭遇不测，亦不负所托。那您方才是？那是皇上让我对你的试探。试探？方才的3个问题：第一，要你的战神之剑，是试探你对皇上的忠诚度；第2个问题，要你的证据，是试探你是否与反贼勾结。倘若你真的给了，就证明皇上看错了人。第3个问题，用权债人的命换你的命，是试探你是否心性如从前。李将军，你不愧是我为心柔选的好郎婿啊！啊！明日启程，将李傲天押回京城。这个心柔啊，早知道最终还是跟李将军成为一对，当初又何必逃婚呢？怎么约我在这儿见面啊？毕竟明日回京城，有些事也该有了结，情起于此，也该落于此。我是真的很讨厌你们这些男人，从头到脚没有一份优点。你也一样，可知我为何对你情有独钟？因为命运安排，上天告诉我，我的有缘人就是你，所以我越看你越喜欢。可你已经是寨主的人了，我邱二娘做事光明磊落，绝对不会抢别人的男人。对了，我警告你，好好对寨主，不然我就把你剁成块炖了吃。好，既然二当家都这么坦诚了，那我也告诉你个秘密。什么呀？其实当时你以为的上上签，也是我提前安排的。啊。李成远，我要杀了你！
他会一直在，一直陪着你。小石头，小石头，皇上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这次还真是多亏了你啊！要不是你深入虎穴查出证据，朕依旧会被李傲天蒙在鼓里。现如今恐怕早已经是万劫不复了。皇上谬赞了，就算没有我，您照样能查明真相。这个时候你就别谦虚了。这事儿没有你还真不行。真的？真的。这当英雄的感觉，还真是不错。你不一直都是吗？从前征战沙场，为朕立下过汗马功劳。不是的，这是我第一次当英雄。我说你，有句话不能提前和我说。我和陈心如差点就被他弄死了，还是不是兄弟啊？朕要提前通知你的话，那不就打草惊蛇了吗？再说了，你小子不一向是吉人自有天相吗？对了，你拼命守着的证据到底在哪里？拿来让朕看看。这是怎么做到的？禀皇上，我们需要一个精通厨艺的人，一个能将万物像食物一样雕刻成任何形状的人，以及一个调配胭脂、擅长色彩的人。我们借用了一块石头的外壳，把它劈成两半，中间一点点的磨空，最后将它粘合上。哈，这块石头啊，它肯定是有缝隙的，所以我呢就将这块石头按照它的本色进行了调色，就有了现在的样子。噔噔。的确是天衣无缝。把证据收起来。来人，先请3位姑娘下去休息。是。皇上，好了，现下已经尘埃落定了。朕会设宴为你封官加爵，你就留在京城，留在朕的身边，继续做你的战神将军。皇上，我不想留在京城。什么意思？我也不想做官了，我只想留在清风寨。给陈心柔办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，过上儿孙满堂、衣食无忧的日子，我就满足了。留在朕的身边，不好吗？李傲天可是谋反大隋。这是要诛九族的，就算我抓了他，那些大臣能放心我留在你的身边吗？一切已经太晚了。你什么意思？
皇上有命，此三女参与谋反，就地正法。你早就准备好了。你若老老实实待在朕的身边，朕本许你如法服归；但你执意要走，那也怪不得朕。实话告诉我，陈心柔等已经被朕派兵给抓住了。你让我觉得我就是个笑话。你这也不能怪朕，你现在是战神将军，功高盖主，我怎么留你啊？你可知道，朕为什么一直叫你小石头？李兄，还是你厉害。太子殿下，您可是要做皇上的人，不要与臣称兄道弟了。但臣永远是您手中的石头，您让臣打哪，臣就打哪。好，咱们再来。可现如今这块石头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朕怕有一天会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告诉你，帝王家没有兄弟，只有权力。朕为了巩固皇位，只能牺牲你们李家了。弟弟啊，你始终是没明白，伴君如伴虎，位极人臣，你永远没有办法好好活着。聊天说的真没错，在越高的权力面前，就会有越多的人沦为牺牲品。我和李傲天都姓李，你想杀我，好像也没错。可我们又有什么错？一心一意为你查证据，我当你是大哥，你当我是什么？好，我一个人死，能不能换他们活命？我要你一言九鼎。我喝了毒药，你保他们平安。允了。从今以后，世上再无战神将军李成玉。
哥的命。兄弟，你我是兄弟，我救了你，你把我关入大牢，你太不地道了吧你！正派秘密潜入清风寨，陈心柔青面獠牙，杀人不眨眼。是你，陈心柔。如果我喜欢你呢？你留下吧。我可以信任你，对吗？可以。陈心柔，再见了。当年朝中叛乱，战神将军李成玉孤身犯险，查找谋反罪证后，大义灭亲，与李傲天同归于尽。李将军一生为国为民，战功赫赫，是永不磨灭的神话。30年已过，李将军待的清风寨现已改为清风山庄，如今有2位女子当家，经营得如火如荼。
这个病人是洗澡的时候喝酒，导致酒精中毒。我们最新的医学仪器能刺激他的脑部神经，加快苏醒速度。隔壁陈女士是蘑菇中毒，他们共用一台机器，两人一样，始终没有醒过来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情况就危险了。哎，你醒了？这是哪儿？这是医院。你以前的事还记得吗？病人呢？走了。我知道你有你的职责，之前我只考虑了自己，你辛苦了。你也辛苦，都不容易。没见过花开就不会期待，假如你不在我就不会来，可落叶的爱只有风明白，是一种无奈，像一粒尘埃坠入了深海，被忽略存在还对你说爱，可我的告白被风声覆盖，你听不出来，我越是想迫不及待给你我的慷慨，就越是被你推开，不管爱说不说出来，我想你都明白，只剩是爱，你像风越过了人海，在我身旁徘徊，我知道其实你不是为我而来，可还是深陷